朋友们大家好，感谢观看栗子菜园系列影片，这里是日本东海地区岐阜县。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甜玉米的种法和追肥方法。大家看我这些玉米是我自己育的苗，3月20几号育苗，4月28号移栽，到现在为止已经3周了。这个甜玉米的品种呢，生长期不长，只需3个月左右呢，就可以收获香甜的嫩玉米了。如果看了这期视频想种甜玉米的朋友呢，现在播种和买苗移栽都来得及。直播的话，从降霜期开始往后推算3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可以播种。播种方法的话，直播的话选光照好的地方，先下好底肥，底肥呢深一点，大约下在15公分以下。底肥呢最好使用氮磷钾3元素平衡的肥料，一穴呢大约下2-3粒种子就可以。右手把种子按进土里1公分左右深，按的时候要注意啊，把这个种子的尖儿向下按进去，这样呢能够提高出芽率，加快出芽速度，减少缺苗的情况发生。我们家庭菜园种的少的话，我想这一点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轻轻给它盖上土，浇煮水，放在那边等着发芽就好了。育苗的话也是同样方法，备好育苗土以后，把种子2-3粒放一盆，然后尖儿朝下按进土里，1公分左右，轻轻的盖上土，浇煮水，放在光照好的地方等待出苗。那出苗后，如果育苗盆表面干了，就浇一次透水，就这样的浇水方法来培育。小苗长到2-3片针叶的话，就可以移栽了。不要等苗长得太大了再来移栽，因为小苗的根系比较少，不易受伤，然后移栽的成活率比较高，缓苗期短。大苗呢，因为根系太多了，太脆了，在这个移栽的过程中呢，容易受伤，相对来说呢，缓苗期会比较长，成活率相对来说不如小苗高。那甜玉米栽种呢，有2大难点，一是这个玉米的秸秆高，它易倒伏，所以呢，我们家庭菜园栽玉米的话，不管是直播还是移栽，一窝里呢，你出来几棵苗就培养几棵，不必建苗，让它们长在一起就可以。这样几棵在一起栽培呢，更有利于授粉，也不易倒伏。那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并排或者3排这样子来栽，会更好的有利于授粉和防倒伏。玉米栽培的另一个难点是玉米名蛾的虫害，那这个呢，我们采取2个方法来对它进行防治。在栽种初期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采用同伴种植的方法，在玉米附近呢种一些旁蔓的豆角，这些豆角呢会长得超过玉米顶部的高度，然后远处飞来的这个玉米名蛾瞅一瞅，一看，哎，这块是豆角，没啥好吃的，算了吧，嗡就飞走了。哎，就这样能够防止一批玉米名蛾的靠近。那还有另一个防虫方法呢，等到玉米进入这个授粉期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前面分享了玉米的直播和育苗移栽的方法，大家看看我这些玉米移栽了3周以后长这么高，那我也在玉米一起种了旁边的豆角，现在才长这么高。不过不要紧，豆角长得很有后劲，很快就会追上玉米，超过玉米。那今天呢，我们来给玉米做一下1期追肥。玉米的整个生长期呢，要追肥2次。第一次呢，在针叶5-6片左右的时候，这个雌穗呢要长出来之前来进行。第二次呢，是在这个雄花要长出来之前进行。到时候我再分享给大家哈。我使用这个鱼粉肥，鱼粉肥呢是鱼的残渣干燥后制成的粉末性的肥料，氮的含量大约是7%，磷的含量是6%。另外呢还有钙质啊和各种微量元素。使用鱼粉肥呢，可以使果实更香甜。追肥也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我是铺了地膜来移栽的，所以追肥呢要采取2种方法。首先靠外边的，可以把地膜掀开，那在离玉米10公分左右的位置下1小把鱼粉肥。注意呢，要把这个肥料啊放进土壤里边5公分以下，因为有机肥呢多少会有一些气味，离地表太浅的话呢，容易招来虫子。把肥料下好后呢，将土向这个玉米根部聚拢一点，
这样出现一个斜坡或者是一个缝隙空间这样的。那玉米的根系伸展到这里的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根系最前端来感知阳光。那如果感觉再往前伸就会露出地面的话呢，它就会转向下方伸展，向更深处伸展。那这个方法呢，会使玉米的根系扎根更深，那植株更健壮，不易倒伏。那这一步呢，也和就是大多数大田的中耕是一个道理的，既能起到松土的作用，又能够引导根系向更深处的伸展。好，这样做好了以后，把这个地膜重新给铺回去，给固定好。那这是靠边一侧的方法，可以打开。靠中间一侧的话，因为有其他蔬菜一起栽种，就无法把地膜打开。那我就在离植株10公分左右的位置，这样给它扎一个5公分以上的洞，放一小把鱼粉肥进去。注意哈，这个肥放完了，一定要用土把这个洞口给封上，防止招来虫子啥的。好了，就这样，玉米的种植和1期的追肥就完成了。如果是有铺地膜的话，就像我这样；如果没有铺地膜的朋友，就简单多了。在离玉米植株10公分左右的位置挖一趟5公分深的浅沟，把这个有机肥料撒进去。那如果是化肥的话呢，就撒在表面上，再拌一下就行。2棵苗呢，就下2倍的肥料；3棵苗就下3倍的肥料。有机肥料的话，要挖一下浅沟，把这个肥料放进去以后呢，要轻轻的跟土拌一下，然后从外围把这个土往玉米的根部靠拢一点，这样给它轻轻的中耕一下，注意不要伤到根部就好。像这样给它整理出一个小斜坡的形状就行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关于玉米的侧芽需不需要掰掉的这个问题。以前老的做法是把这个侧芽也叫水叉子都给它掰掉怕影响这个植株的生长和玉米穗的大小。那现在农业专业的玉米农家经过实验验证呢，没掰掉水叉的接的玉米跟掰掉水叉的接的玉米棒的大小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现在大多数日本专业的玉米农家都不掰掉这个水叉叶芽，就让它直接放在那边。而且它发出来的雄花能够帮助主干上的雌花进行授粉。那如果养得好的话，叶芽上边也可以长出小的玉米来。这个小的玉米即使长不成一个大玉米，但是呢，也可以作为这个小嫩玉米收来炒菜或者是炸着吃都很好吃。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今后呢，关于其他的田间管理工作呢，我会随时跟进。感兴趣的朋友要记得关注。如果我的视频有帮到您，请帮我点个赞。有问题呢，请留言交流。想看更多的分享，请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